来参加我们今天的 BSV 线上研讨会。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在这几分钟之内加进来，所以呢，我们大家一起看一段视频，然后欢迎更多的朋友进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现场，然后也非常感谢很多朋友今天参加我们的第2期商业话题的线上研讨会。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收配的创始人冯新宇先生。然后经过第2次的研讨会，很多朋友也会用了我们研讨会使用的这个 Zoom 系统。其实报名非常简单，也尽量的去优化了大家的这种报名和参与的门槛。同时 Zoom 也能让我们邀请到更多的目前身居海外的一些演讲嘉宾和海外的一些参会者。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熟悉我们现在研讨会使用的这个平台。然后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冯新宇冯总，然后他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主题就是Meta ID 的路线图，揭秘收配如何获得1000万级投资，创业公司投融资都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所以呢，也希望今天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能够在我们的演讲过程当中有收获，而且也能够积极的提问。收配的创始人冯新宇呢，是一名连续创业者，曾经是无人零售公司宾果合资的联合创始人和人工智能公司支点智能的联合创始人。他具有20年的 IT 创业经验，在去年他创办了当下科技，并于近期完成了1000万级别的天使轮融资。目前他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专注在 Bitcoin SV 公链上的全球分布式 ID 体系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之上。今天我们的线上研讨会会分为以下几个板块内容。首先呢，我们邀请冯新宇冯总，他做一个关于他的这个 Meta ID 产品的路线图的一个演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会与冯新宇做一个深度的访谈，关于这个创业公司的一些投融资的问题。同时，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 Zoom 系统上的问答环节或问答那个板块，或者是聊天的板块提出来，然后我也会代表大家向冯总提出这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冯新宇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嗨，大家晚上好。我是收配的 CEO 冯新宇。很荣幸今晚有机会和大家聊聊Meta ID 未来的一个规划路线以及我们最近刚完成的那个天使轮融资的一些小故事吧。我们是上周刚完成的那个天使轮融资的，然后我相信吸引投资人的一个地方是在于 Meta ID 的那个愿景以及它未来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我待会呢会先介绍一下通过 PPT 给大家介绍一下 Meta ID 是什么以及它未来的一个规划，还有它的明年的路线图这个过程大概可能是在10来分钟左右。然后接下来我会和丽丝小姐姐然后聊聊天然后也欢迎大家和我多交流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问然后希望今晚能给各位有一点小帮助吧。好，然后我就开始打开 PPT， 然后介绍一下我 Meta ID 的一个路线图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就是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团队和 Meta ID 的关系，因为我注意得到有些朋友可能对这个理解稍微有一点点偏差有些朋友就是认为Meta ID 是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然后可能也有些朋友说Meta ID 是不是我们是不是 Meta ID 的一个产品方项目方其实表述都不太正确就 Meta ID 准确来说呢是我们团队还有和启明和老板他们 Meta SV 团队一起联合起草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 ID 协议。我们只是协议的起草方，然后也是其中的一个推动方，仅此而已。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能够在未来能够让更多的钱包方还有更多的应用方可以支持 Meta ID 这个协议从而可以加速BSV 应用大爆发的早日到来。好，然后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Meta ID 是什么。其实关于 Meta ID， 我之前在2次比特会所举办的那些活动里面也做了分别从2个不同角度做了一些介绍首先呢 ，Meta ID 呢，它是一个在
Bitcoin SV 链上的一个基于 Meta ID 的一个分布式协议。然后呢，它是一个开放的开源的协议，所有应用方呢它是可以无许可的加入。然后第三个就是协议呢，简单来说就约定了用户的信息如何存放在区块链上，然后应用的信息如何存放在区块链上等等啊。由于今晚我可能也不会涉及太多的技术方面的介绍啊。然后大家如果对 Meta ID 的一个技术实现还有原理等等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哔哩哔哩搜索Meta ID 的关键词上面有2个就是由比特币协会录制的视频我相信也是有挺详细的这么一个介绍。好，可能还是有些朋友还是有点云里雾里还不是太清楚是 Meta ID 是什么，我就简单举个例子可能就是很多人就会更清楚的知道大概是什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设现在我们每天用的那个微信，还有和 Facebook， 还有和 Twitter， 还有和微博等等这些所有的社交应用，如果它的数据可以互联互通，那会产生个怎么效果呢？首先我们如果这些应用的数据都可以互联互通的话，我们就可以打造一个70亿人都在使用的超级社交软件。我们的数据就不会再被绑定在某一家公司上，然后不同的公司竞争只是客户端的一个体验，然后不是说谁拥有的数据最多，不是说我拥有的那个用户最多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打造一个不受某公司甚至是某个国家所控制的社交软件当然现在可能听起来这些都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我们相信其实通过 Meta ID 我们未来是能够实现类似的这么一个场景的就简单来说 Meta ID 它可以实现不同应用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然后做到最后数据归属权很明确是属于用户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刚才提到我们是 Meta ID 的一个推动方所以我们作为Meta ID 的一个推动方来说呢，我们希望明年我们完成了这次融资之后，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通过 Meta ID 来助力 BSV 能够早日进入应用的寒武纪大爆发的阶段。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说 BSV 它的成功必须是建立在大量的交易产生的基础上，而大量的交易它产生必须需要通过大量的应用才可以达到的。而现在我们 BSV 上的一个应用状况并不是说太多，而恰恰是太少了。虽然是我们现在有400个应用，但其实在我们看来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回观互联网的一个发展历史，然后可以回观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其实一个类似这么一个影响社会很大方面的这么一个场景出现的话，它必须要经历一个应用大爆发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大家怎么才能够进入这些应用大爆发阶段呢？我们认为现在就是很大原因就在于那个应用开发门槛太高，然后数据之间它不能互联互通，数据也不能产生一个累积效应，所以就导致了现在的应用其实进入开发的门槛还是挺高的，所以就远远还没有达到现在的这么一个场景。好，然后呢，我们要达到这一点呢，我们其实是会分开2条路线一个就是技术路线，一个就是运营的路线通过技术路线呢，我们目标分为5步第一个就是推出正式的稳定的协议然后并推出一系列的一个概念验证产品。第2个就是推出一个 Meta ID 的学习者网站第3个就是完善开发工具包第4个就是开源支持 Meta ID 的一个钱包的核心，然后第5个就是推出 Meta Load。我一点点稍微展开的说第一条呢就是推出正式稳定的协议并推出一系列的一个概念验证产品。其实这一条呢，我们基本已经完成了。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刚刚发布了 Meta ID 协议的1.0版本这意味着我们 Meta ID 协议已经是固定下来了，并稳定下来了这有点类似就是咱们
比特币协议 set in stone 的概念并且经过我们大概半年的这么一个实践，还有开发还有推出一系列的概念验证产品我们不管是从那个原理上，还是从实际的应用角度来看，我相信我们都是很好的验证了我们 MetaID 的理念是可行的，是能够在它上面可以开发很多的一个应用的，甚至是可以应付未来大规模应用爆发的然后截止到今天为止然后我们 MetaID 线上已经是上线了5个应用了，可能有部分朋友也开始在每天使用部分的一些软件了然后这些软件其实也涵盖了各方面然后包括有那个 Soul App， 它是类似一个微信的一个基于 MetaID 的一个社交中心然后 Soul Bus 它是一个基于 MetaID 的链上微博Soul Talk 它是一个基于 MetaID 的一个群聊的一个软件等等然后这些软件也欢迎大家去尝试使用去感受一下 MetaID 和传统互联网应用的一个区别所在哪里。好，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推出 MetaID 的学习者网站我们它叫 MetaID101.com。它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能让MetaID 初学者能够从入门到精通的一个网站。在上面呢，我们提供开发的 SDK， 然后会开源所有的一个项目并且也设有 MetaID 的讨论区然后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就是可能我们整个网站都会基于 MetaID 来进行开发的这个网站我们预期应该是下个月12月份应该有机会能够上线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提供一个完善的开发工具包因为其实一直以来也有一些就是参与了那个 MetaID 相关应用开发的一个其他开发者说，我们现在的开发工具还不够完善所以现在我们也就针对这一点也在加紧推出相关的语言的 SDK 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提供了JavaScript 的一个 SDK 了，我们叫 MetaID.js。然后第二个我们也会推出一个 RESTful 的 API 就是其他语言也可以通过 HTTP 方式来读取这个 API 来获取相关的这么一个数据然后当然就我们开发工具包只是希望能够节省开发者的一个开发时间然后其他数据服务方或其他开发公司如果是他们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开发他们自己版本的那个开发工具包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吧，我们会开源支持 MetaID 的钱包的核心。它会采用就是WebAssembly， 就是一个可以适用于多端的多语言的方案来去做就是无论以后其他钱包方或是其他应用方，它只要在它的 APP 里面内置了这个组件的话，就可以很简单的在它 APP 或者钱包里面支持 MetaID 的构建了。然后当然它也是一个支持 BSV 通用钱包的支持 BSV 通用钱包功能。然后它也内置了构建 MetaLet 还有 MetaID 的这么一个交易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第五点呢，我们会在明年最晚可能明年年中的时候吧，会推出一个 MetaLoad。这个 MetaLoad 之前我们其实没有提过这个 MetaLoad 简单来说，它是一个构造在BSV 矿工节点之上的这么一个2层的一个应用程序它简单来说，它是集成了很多 MetaID 可以有的更高级的功能，我们会开源，然后免费给很多以后的数据服务方或很多的应用方来去使用。它简单来说，它有3个主要功能，一个就是基于 MetaID 的数据缓存服务，就让应用就不需要每一条的那个 MetaID 数据都从矿工上面去获取，是吧？直接从这 MetaLoad 来获取就好了。然后里边也会集成了基于支持 MetaID 的智能合约还有 Token 的功能。我们现在暂时所采用的方案呢是基于 Tokenize 的，所以可能未来也应该会兼容 Tokenize 的 Token 还有它的智能合约。第3个就是一个个人数据的授权服务。就通过这个个人数据授权服务呢，就是可以做到我的比如说我发一条文章，我可以控制谁
才有权访问我这个文章，然后谁才要付我多少钱，哎，他才可以获取这个文章啊，这就是个人数据的一个授权服务啊。我相信在一般应用来说，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开放的 API 接口，然后再通过这个 Meta Load 能够完成80%以上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使用场景。好，这个就是技术路线的，我们打算就是通过这5点来将 Meta ID 在明年年中最晚不到明年年底的时候，从技术上来说就是进入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另外一条线呢，我们会通过运营手段来更加的促进这个 Meta ID 的一个采用啊。在明年呢，我们就是关于 Meta ID 的运营计划呢，会分为3个大点。一个就是我们首先会成立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我们暂时定它这个名字叫Open MetaLab。然后第2步我们会推出一个叫 MetaRace.com 的网站啊，这个是一个众筹网站，我待会会说。然后第3个就是会采用各种办法啊，促成大量的应用和用户采用 Meta ID。第一个我们会稍后就开始动手，就成立一个非盈利机构啊，暂时名字叫 Open MetaNet。这个机构是有什么用呢？我们其实现在也是注册了一些 Meta ID 相关的一个商标，还有一些专利等等。那我们都会将这些专利还有商标等等 IP 资产都放到这个非盈利机构里面，并且承诺 Meta ID 相关的 IP 啊，对 BSV 项目以后是永久免费授权的。所以就是如果是有愿意加入到我们 Meta ID 开发的一个开发者来说，就对于这点专利还有商标等等 IP 的一个担忧的话，我可以跟你们说，这个不用担心。然后第3个就是我们也会以一个基金会的名义啊，资助Meta ID 基础设施还有一些相关项目。然后第2点呢，我们可能也最晚在明年年中或争取在第1季度之前，我们推出一个 MetaRace.com 啊，这个是一个在我们 Meta ID 整个生态规划中很重要一个环节。它目标呢是用来解决应用一个合法物资的一个问题。简单来说，它的原理就是，我会通过抵押一个 Meta ID 相关应用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收益，还有或是未来收益的这么情况。然后呢，然后它就是会在这个未来权益里面，就是发行相关的一个 token 权益啊，然后拥有 token 的那个应用方呢，它就可以获取这个应用相关的这么一个收益。好，然后第3个呢，我们就会采用大量的一个应用，还有采用大量手段来促成大量应用还有用户的采用啊。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就是也可以算是在这里立了一个小 flag 啊。我们希望在明年2012年年底之前啊，我们整个 Meta ID 的用户数能够超过10万，然后采用 Meta ID 的应用数能够超过100个。这100个应用里面，我们相信它会涵盖80%现有的互联网的应用类型。对，然后以上的就是我们分别从技术还有从运营两条线的角度来去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未来的一个规划还有路线啊。然后我希望对关心 Meta ID 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跟我们采用 Meta ID 的一个开发商能够有一些帮助。好，然后最后呢，这屏幕上的2维码就是我个人的微信啊。如果是大家有任何关于 Meta ID 的问题，都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们可以聊聊。然后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上去刚才提到的那个链上微博豆瓣上面提问啊，我会争取做到有问必答。好的，我今天对于那个 Meta ID 的未来规划的介绍就是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希望对各位有帮助。然后我把屏幕交回给 Liz。好，非常感谢冯新宇的非常精彩的演讲。其实 Meta ID 这个主题之前在我们的开发者大会，还有最近的一些我们的商业会议上
冯总都讲过2、3次了，但是我能感觉到今天的这个幻灯片里讲的内容跟前几次讲的内容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主要是能看到 Meta ID 的这个未来的远景和路线图是更加清晰的了。我刚才看到聊天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好多朋友也说，觉得幻灯片做的都比以前做的好看多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定是这一次融资和近期的，就是融资之后，你们开始做了一些更全面的一些规划，带来了这样的一次比较大的升级，是吧？能跟我讲讲，就是从，尤其是最近1个月吧，你们主要是在忙些什么？最近1个月，其实我们跟之前的那个工作节奏其实都还差不多，因为我们本来在 Meta ID 制定好之后，我们所制定其实已经有很明确的这么一个路线图了，但我们只是之前可能觉得时间还没有成熟，所以没有公开的说然后就说实在的，在我们Meta ID 整个的方向定下来，并且我把整个事情想清楚之后，我对于就后续我们 Meta ID 这个事情能够往前如计划推进，我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就是甚至说，可能就是能够完成融资，或者是能够获取更多的人支持，我也是当时也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就是最近半年，我们其实工作节奏都差不多。就当然最近1个月，可能公司内部的整个的一个士气会更加的好吧，因为大家都感受得到，原来我们努力做的东西，其实确实是有人看得到的然后就虽然当时刚推出的时候，就是在网上或在社区里面有各种各样声音都有然后其实但通过这个融资，就是更大一点，就是让我们确信了其实一个事情真的是如果是未来对整个社会有那么一点点帮助的，或是对整个社会某方面的一个效益有那么一点点提升的这个事情，如果做的对的话，会有人看得到的。对，就是我觉得融资的成功一定是第一是整个这个产品和团队可以继续坚定的再做下去，像你说的，其实跟之前的节奏没有太大的差别。另外呢，也是对自己这一次创业选择的肯定。然后，刚才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你是一个在 IT 行业从业20余年的连续创业者，之前有在这个无人零售领域，还有 AI 领域都有过比较成功的创业经验。那咱们就先追溯一下过去，看一看就是过去您的一些成功经验，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聊到过这个话题。可以。其实过往的经验也谈不上成功了，可能，但经历确实是蛮多的。我应该是我01年大学毕业的，2001年，然后几乎一毕业开始就是在创业的过程中了，然后中间也做了很多不同的项目我第一次获得融资应该是2006年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整个的互联网其实那个风头还没有进入一个正规化的这么一个阶段。当时我们是在做一个社交媒体网站，就有点类似现在的 Facebook 的这种类型的网站当时也是获得了一个天使融资。但后来可能就是我们公司我所经历的创业中最大的一个创业经历，可能就是当时做冰果盒子吧，那个经历。那时候我们其实06年、07年那2年也融了蛮大一笔钱的，然后冰果盒子最大的时候，公司规模也去到500-600人然后对，然后冰果盒子之后，我就也是创办了一家做人工智能的公司但其实现在回头看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觉得在做的这么一个事情可能就是所可能碰到的那个机遇可能比我过往之前20年所创业的那些机遇加起来可能还要多。对，所以就是其实虽然过去有很多次创业经验，但实话实说，我去年成立的就这家公司，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可能带来的一个兴奋感是最大的。刚才你提到了做冰果盒子的时候，你提到是06和07年，是我听错了还是怎么样？
说错16和17年，16和17年，对，我们对，是因为我16年6月份获得的那个 A 轮融资，嗯，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16年的时候，其实无人零售刚好也是一个非常热潮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从电商再到这种电子支付都是已经很成熟，然后快速爆发的这个阶段，尤其还有这个可能是共享经济的前期吧，许多这种融入了一些电子支付啊、互联网这种共享概念的东西，就都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能看到你上一次创业的时候，其实也是赶在了一个很热门的一个领域，然后赶上一波浪潮，所以时机其实是很好的。那么这一次你选择算是跨领域，跨到区块链这个领域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在选择进入这个领域的时机上是怎么样的呢？你是怎么评价的呢？嗯，说实在的，就是之前我很多次创业经验，就回头看，可能就是所选的时机可能是稍微有点偏早，因为你要选择在一个行业里面，就作为一个创新者，或是作为一个引领者的角色出现的话，你必须要提前先进入，提前先布局好，然后呢，之前我其实回顾来看的话呢，以前我们经验其实就是比较早进入是没问题的，但可能就是之前很多次创业是没有做好，就是做好一个长期的一个准备，所以其实这次我觉得我们可能也大概也是这样的，我们可能也是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进入阶段啊。当然，就是我们定位如果是要作为一个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者或者是个创新者的话，我觉得我们去年开始进入是很合适的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在 BSV 没有分叉之前，就是2019年还没有分叉之前，其实整个区块链它是不可能实现一个承载70亿人使用的这么一个区块链出现的直到2019年年底的时候，咱们 BSV 分叉出来的时候，才使得这个事情成为一个可能所以我们2019年时候就是开始先成立一家公司，然后就是从支付入手，这个现在回头看也没啥问题，因为在 BSV 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支付包括我们现在的 Meta ID 所有的创建媒体交易本质上都是个支付而且这次我们和以前相比，可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准备就可能也跟个人有关系吧，就可能经过往很多年的这么一个积累，还有经验等等其实即便就是这次融资出现晚一点的话，我自己个人之前也是准备了蛮长一段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准备的，所以说我认为就只要是做好准备的话，早点进入可能会更好。然后可能对于现在可能也在犹豫，是不是现在加入到 BSV 创业的一些创业者来说，我的建议说，现在是不早的现在是BSV 里面是面临很大的这么一个机遇现在是一片新大陆然后其实正是跑马圈地的时候，然后如果是想在 BSV 领域创业者，我建议还是越早加入越好。当然你要做好一个长期建设的这么一个准备，那就可以了。对，我觉得这一点从一个真正的创业者嘴里说出来，一定比我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像 Craig 嘴里说出来更有真实能打动大家的这个情谊在。因为其实我也是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我就开始大量的去阅读我们现在看起来的那些创新巨头型的企业，比如说我去读了像 Facebook、Twitter， 然后包括这个 Elon Musk 他的个人传记。其实我们回头包括谷歌的，我们回头再去看，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巨头型企业，他们进入那个行业的时候都是极其早期的，他们也经历了九死一生，几度沉沦。当我们注意到他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之前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然后也是在资本在融资的过程中充满了困境，是吧？几度是濒临解散和破产的边缘。所以我们如果是去学习历史上的事件的话，我们发现真正有前途能够成长为巨头的那些公司，他们一定都是非常早期进入了一片
荒地的那些拓荒者。当然，跟进的人也同样是有机会的，但是你后进去的时候，你面临的这个困境和难度可能是来源于这种极度激烈的竞争。那时候拼的可能就不是一个小团队的这些极其这个 brilliant 这种创意呀，或者是开发能力，是吧？后期可能拼的就是资本以及你竞争方面的这些硬实力了。但是呢，我依然可以理解，就是这么早期进入到一个很前沿的领域，一定还是会面临非常多的困境的，尤其是在融资这方面。因为我经常听到 BSV 的这种创新团队说，他们觉得万事俱备，只差钱了，对吧？所以呢，这个融资方面的话，我也希望冯总能够跟我们坦诚的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一次创业经验当中，遇到的一些融资过程当中的一些困境和一些值得分享的故事。好啊，其实，说到融资这个环节，其实我们融资过程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了，应该不是，从去年那个韩国首尔大会的时候就开始了，就当时我去参加了那个pitch 嘛，然后也在那个 CSW 还有那个Jimmy 面前做了个 pitch 嘛，当然当时我们是以那个就是那个支付设备那个 POS 机来去这个项目来去做的，来去说的。我们其实从去年10月份，然后当时我也找了很多以前就是还是比较熟的那些机构去聊过这个项目。当时其实我们去年到今年年中，到今年3月份之前吧，我们主谈的融资项目还是这个收配这个POS 机的这么项目，我当时也碰了很多壁然后所以在后来我就有篇文章里面说嘛，就是现在不把我当骗子的已经算是好朋友了，因为当时在很多的那些传统那个创投行业，他们对区块链其实还是有很深的一个成见的，我是完全感受得到的然后当时我们主打的还是用数字货币来去支付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就去年开始，我们在融资那过程中可能碰到的那些困难是已经很多了。我们今年可能我今年可能也接触过10几20家机构吧，还是比较熟的还是以前就是聊的蛮深入的那些，然后当然还是就是大家对这个数字货币支付这个还是有很多问题，然后最后还是都失败了。但我觉得如果是一个项目，你真的是要融资的话，想要融资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你必须得要有一个学会失败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其实就是被投资人拒绝，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我本来我也习惯的，但其实被很多投资人拒绝之后，其实他是会给了我一个反馈现在起码在中国范围内做数字货币支付这些基础设施是不是个好项目？所以我们也想了好久这个事情，所以就当然了，就包括我们自己后来就是在某方面也想通了或许是做数字货币支付或者虚拟币支付这种东西，在国内来说可能不是时候可能就是如果是要区块链如果是要真正普及的话，它的一个实现路径，我们认为更可能是通过应用，就是通过大量的应用来让用户产生大量的数据，这样子才可能促进 BSV 或是区块链的这么一个普及。所以就是我们从年初呢已经开始就是在想是不是要转型因为其实我一直开会对我们公司团队说，其实我们公司过往1年要做的事情本质上就一个，就试错我们是要怎么样用最低成本来去试错，找到一条大家或是说我们认为是可能对的方向，然后也有投资人也是认为对的方向这条路因为这条路在我们之前其实不知道可能我一开始只是拍脑袋想可能就是做那个线下支付可能比较好，但事实上我们碰了很多壁，很多反馈过来，这不一定是最好的道路，所以我们必须得要尽快改所以就是我们后来就是也意识到那个全球化 IT 的这么一个重要性，所以我们就后来其实3月份开始，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方向全部转到那个 Meta 上面去然后对，然后
也是大概9月份吧，然后9月份我们就觉得那个条件大概经过了半年左右的一个开发，然后我们定好了协议，做好了很多产品，可以让别人很直观的一眼看到，哎，你们 Meta 就是做这个东西的。然后我们9月底才开始再重新再找投资方来去再聊这个事。对，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我看到你们的融资报告里面写的，这一次天使轮的融资一共是进来了3个投资方，是吧？然后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介绍一下投资方的背景，以及就是你在这一轮融资的时候，肯定也是拜访了非常多的投资人，然后为什么这3家最后被你打动了呢？其实就是实话实说，就包括我之前找很多投资方，其实都是认识很久的，因为我过往这10几年创业里面，我接触过的那个机构，我估计没有300多200家啊。然后包括这次的投资方，其实也是很早认识的啊。然后这次其实谈那个报道写错了，就是不是3个啊，是2个投资方啊。然后这2个投资方其实都是以前认识的，然后呢，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还是以前我做冰果盒子的时候的其中一个投资方，就以前也合作过了啊。所以实话实说，我相信他们投的一个原因可能有70%吧，70%还是因为觉得我的人还算比较靠谱，然后再加上这个Meta ID 的愿景，可能还是能够吸引到他啊。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做收配做支付的时候也聊过这个事情，但我做支付的时候所说的故事打不动到相关投资人啊。对，然后其实后续就我们以 Meta ID 这个项目或是这个故事去跟投资人沟通之后，我们没有谈过太多投资方，几乎前3个投资方就完成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9月份才开始谈，然后11月中旬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 case， 还是蛮快的。当然后来就是我们整个事情完了之后，也有几家投资方也是表示的兴趣挺大的啊。然后当然我们这次已经 close 了，然后所以就说可能要等到下一轮就是 A 轮吧。对，所以简单来说在早期投资可能是人很重要，这个毫无疑问的，因为他投一个项目在早期的时候，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相信你。然后，但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那个项目的一个愿景，可能也是很重要的，或者是起码在中国国内环境里面是不是可以合法开展的，这也是很重要的。对，这可能就是我们这次融资的这么一个心得吧。对，我非常清晰的记得我们2个人第一次见面，其实是在去年10月份的 CoinGeek 首尔大会上，当时你是我们比特币协会 Pitch Day 投资日上的一个项目，是吧？当时你应该带着的项目就是收配，尤其是在这种智能硬件支付这方面的项目，一直到去年年底，就是我们北京大会的时候，你依然是带着那个收配的这个项目过来的。所以当时其实我相信那个时候，不管是你去谈过的这些投资人，还有包括业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我印象中 Jimmy 也单独跟你聊过一次，对吧？都认为说，在当时那个阶段做这种电子支付，并且是带硬件资产的，就是这种比较重资产的这种项目，其实是有点太早期了，很容易把创新公司或者创业公司就给压垮。然后刚才你也讲到了，其实你也是在融资的过程当中，自己在不断完善这种项目理念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对很多创业团队是有指导意义的。就很多创业团队，他们总觉得说，我需要融资的时候，我再去找投资人，但是其实你在不断融资的过程当中，你是在利用这些成熟的投资人帮你去指引一个更好的方向。你可以不听，但是呢，你是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吸收外部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见解的。有可能有一天你就忽然发现说，确实这个可能是我走的方向不对，或者是太早期，或者是投资人给了你一个更好的点子，让你灵光一动，对吧？然后一下子有了很大的一步跃进。
所以我觉得好多人都说，哎，感觉哪个创业团队上来就开始融资，就好像也不是 to B 业务，不是 to C 业务，是 to VC 的业务。我觉得这种想法，其实是比较片面的。如果创业团队一上来就有很好的这种财务和融资的这种观念的话，其实说明它是一个很成熟的团队，是吧？就像你说的，可能现在你的这一批投资人都是看人投的，这一点很正常。就是我接触到了好多团队，他们拿到的融资都是这样。对，你说到这里，我就说两点。其实，在我的经验里面，就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想拿到投资，你必须要 skin in the game， 就你必须得要自己先投入，是吧？就比如说我认识可能就是其他领域的有些朋友啊，然后他们可能之前也甚至说，哎，他甚至还不全职的。还在兼职的时候就写个 PPT 或是做一个项目的 demo 就打算去融资，我觉得这是概率很低的这么个事情，因为其实投资人他就现在你要凭这个 PPT 拿到很多钱，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是不太可能有这么个事情，除非你这背景很硬啊，你是很知名的人士啊，所以我的意见就是，真的是能获得一些投资的话，最好还是得要就是自己得有很大一部分的投入。是吧？那你看，其实我们之前我们公司在没有投资方进入的情况下，我们都是还是一个大概10个人规模左右的团队在运行了1年了，对不对？所以我意思是说，你如果是一个项目创业者，如果你想冲浪的话啊，你想让别人给你借一个冲浪板，你必须得要自己先跳到海里面，这样子借到那个冲浪板几率才会更高一些。那刚才谈到了，就是其实你们团队也是，你们这个公司吧，或者项目也是最开始是发起人或者创始人，也就是说你自己先发起，然后投入进去自己的这个资产吧，算是资产和资源，开始稳定运行1年了之后，投资人也是看到说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其实是完全投入在这个项目上的，是吧？所以会对这个项目更有信心。是的，这很重要的。其实这点很重要。那个如果要这样的话，方便透露一下你们目前公司的这个人员架构的情况吗？现在吗？现在我们公司也是大概10个人左右，然后基本都是以开发为主，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开发现在要做的东西蛮多的，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就是我们未来规划等等。因为我们现在要作为 MetaID 的主要推动方，我们一来要完善底层的协议，第二个又要做一个对接，没关系，继续啊，这个可能那个板也太激动了。我们也要做很大量的这么一个对接应用方的这么一个中间件，然后也做很多的概念验证产品，是吧？我们自己也做了3个应用了，所以现在我们基本都是开发人员，然后公司架构也是很扁平的，然后只有2张我跟公司的同事然后未来可能公司规模可能未来半年要扩到20人左右吧。对，然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20人是再增加10个人，还是再增加20个人？再增加10个人，最多10个人左右。对，可能更多会增加一些偏运营方向的，因为我们后续可能要对 MetaID 进行一个推广，是吧？可能我们明年要举办一些活动，可能也要甚至在高校里面也举办一些大赛之类的这么个东西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那个运营推广一直做非常不好，因为说实在是没有精力做这个事情然后可能最闲的那个人是我也花很多精力来去做测试做各种各样的一个工作。对，所以明年我们会在运营层面上会加强的。对，因为我看 MetaID 其实MetaID 最终的出路一定要是更广泛的应用，对吧？并不是你们自己公司自己团队某一款产品把 MetaID 用到极致。所以如果要是真正想把东西推出去的话，其实在公司的经营层面肯定是这种市场宣传运营这一部分的这种职能是比较重的。这个其实我在想，你们刚才讲了你们的一些规划，其实跟我们比特币协会好多的职能上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其实我们也是希望，
把 BSV 这个区块链能够向全球推动出去，让个人或者是企业都能够普及应用出去，那跟你们 Meta ID 这一个协议是一样的。所以我看你们自己呢，靠公司这个少量的程序员非常勤奋的努力的自己开发出来一些产品，但是马上你们肯定就需要有更多的外部的一些企业应用啊，或者是产品用你们的这个协议。那你们有没有想过，除了你刚才说的公司自己做的这几个类似于社交类的产品啊，即时通讯类的产品，或者是甚至是像 crowdfunding 众筹类的产品以外，如果你们在向外部推广，希望企业用的时候，有哪些商业场景其实是可以打动企业的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在接触过一些就是那些政府机构然后其实我比较出乎我预料，之前预料就是那些政府机构其实还对于这个区块链采用还是蛮感兴趣的，就是可能前期在于一些产品溯源方面我们比如我们现在谈一些农产品的溯源项目，其实就是那个政方就对这个需求还是蛮大的。其实我们对于我们 Meta ID 做这个事情也是刚好很合适的。如果你要做一个全球化的农产品的一个溯源，你必须这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都得要有一个 ID 是吧？不管这个环节是不是人，都必须有个 ID， 你才能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追溯这是一方面，就是在政府治理的这种环节上应该这么说嘛，我们感受得到，其实这个需求还是蛮大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一些可能前期对于通讯比较敏感的这么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单位，比如说一些军方机构，他们可能希望就是他们中间通讯是不受任何一方控制的，是吧？如果他们现在用微信、钉钉什么也好，都得要放在某一个服务器里面，又可能被别人截获或者监控。但其实基于比特币的这么一个通讯的话，它是完全可以做到一个不受任何一方控制的，并且是整个通讯是一个安全加密，可以得到很好保障的这么一个机制。我们前期就前段时间在沟通的时候也发现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需求对，其实当然就是这刚才说的，这是可能就是偏政府一点的层面然后可能偏企业的偏私人企业方面的话，我们认为可能我们这个模式里面就是说可以降低他们的开发成本，可能会是一个很吸引的一个点因为其实我们整个开发模式会比传统开发模式节省50%以上的，甚至60%多的这么一个开发成本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企业来说，他们可能现在开发模式，它需要先去阿里云租一台服务器，然后要租一个 RDS 之类的数据库这类的东西，它以后就可能完全不需要了然后可以节省大部分的一个成本。虽然他们不需要理解 Meta ID 是什么，也可能甚至也不需要知道 Meta ID 之间的那个数据互联互通可以带来什么更长远的好处。光是成本的下降，我相信其实也可以吸引很大一部分的一个企业用户。对，这是我的看法。好，你刚才谈到了大概3个领域，我都记了一下，然后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就是你谈到了，其实现在很多地方企业或者政府，他们有这种想要帮助农产品更好的走出去，所以有很多这种溯源类的这个项目。然后据我所知，就是非常多的地方政府吧，帮助企业说，哎，我们一起做一个链改，弄一个区块链农产品，对吧？然后最后呢，跑着跑着就做了一个联盟链的模式。但是联盟链的模式，目前因为所有的应用都刚上线嘛，所以很多人其实看不到联盟链的这种瓶颈在哪儿的。瓶颈很快就会达到。第一就是你现在只是照着一段这个属于叫什么供应链来做这个一个联盟，但是未来再有新人再加进来的时候，你这个联盟链它并不是一个像比特币网络一样，是吧？对等节点的去中心化的一个网络，所以呢，很快就会出现这种算是平台上的这种瓶颈。再包括整个联盟链在搭建过程当中，其实它的时间和整体的成本都是远高于直接使用 BSV 链的这样子的成本，部署起来也会花费的时间非常的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这个时候这个点在什么时候爆发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在很努力的再去接洽这样子的企业和机构，想要跟他们说其实有更好的公链的选择。然后另外一个你提到的是类似于这种即时通讯类的
产品，但是希望这个数据和信息不会放在第三方的这个平台。但是社交媒体类的产品或者即时通讯类产品在我们国家其实是受非常严格的监管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想做社交类产品的人做小了吧没有用户，做大了话可能就被约谈了，对吧？所以社交类的产品其实是在我们国内去做开发和推广都是一个比较容易面临困境的问题，尤其我们国家是不允许端到端加密的这种通讯产品出现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了解的情况，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人有特殊的需求或者有一些特权，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然后刚才你还说了一些区块链应用可以给就 Meta ID 可以让更多这种轻量级的应用很快的就能上手。这我就想起来以前没有这种云服务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想做一个互联网产品或者一个网站，要自己先去买服务器，对吧？然后再租厂房自己去搭这个设备间。但是自从有了这个云服务了之后，一下子就降低了这个门槛，才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互联网应用、互联网的产品的这个大爆发。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个 Meta ID 能够带来的这种完全或者是半链上的这种轻量级的应用，肯定也会出现在某一个阶段就会有大的这种爆发，这是我想到的。然后接下来我想问的一个问题，也是我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也说了，其实现在因为你们也拿到融资了，然后也有成熟的一些产品和方案了，所以呢，其实会有一些这种地方的一些国有企业啊，或者地方政府来跟你做一些交流。我们也知道，自从国家去年10月24号吧，然后12月24号，然后习近平总书记说了这个要支持区块链的这个发展之后，其实很多地方政府都有一些区块链公司或者产业的一些优惠政策。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始去了解你们自己本地的这些地方政策，或者是能够获得一些地方政策的红利呢？说实在还没有，还没有。我过往10几20年来的创业经历来说的话，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就这是不知道啊，这是不知道。但以前的经历来说，很多时候，像类似这种政策就是可能看起来挺好，但实际落地的话是挺困难的。所以这次我也没花太多时间去弄这事情。就实话实说，就或许可能这次真的是能够很方便的话，是那个政策真的很优惠了。但我不知道，我还没去了解。那因为过往像类似这种政策，其实，我感觉可能也不一定对啊。就其实以前也出台过很多次啊，比如说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是吧？互联网加的时候等等。其实对于互联网方面的那些政策支持一直都有，但我的经验来说的话，那个门槛还是不低的。对于像我们这种体量初创型企业，还是花多点时间在产品上，可能会更好。这个我也充分的理解，因为就是我们很多企业，他们很有可能或者创业团队，他们很有可能都是冲着一些政府的红利或者是补贴去的，所以呢，反而这导致了这个市场就变得水很浑，真正想做事情的人可能会有项目的人哈，不是只是 PPT 级的这个创业团队，反而去拿不到这一些有效的这种补贴。所以如果冯总决定说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去浪费在这一条路上，我觉得一定也是经过你过去的一些经验吧，经历上的一个考量，最后做的决定。然后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个，就是关于你做的这个去中心化 ID 的这个方案。其实我应该是在2年前的时候，行业里就有很多团队是做这种 DID 的方案，但是他们当时都做的是这种跨链的方案，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百家争鸣 ICO 那股热浪起来的时候，很多的链在市场上，所以呢，就是当时的这种跨链方案还有一阵热潮，很多跨链方案的团队都拿到了比较好的投资。这个与你自己只在 BSV 上做的这种 DID 的这种方案肯定是不一样的。你相当于是专注于一个生态上，然后希望是服务于所有 BSV 的这个生态内的应用。
然后因此呢，我相信在 BSV 上一定也有会跟你的这个 Meta ID 竞争的其他的协议，也是去解决这种去中心化身份或者身份系统这样子的方案。所以你能跟我谈一谈，就是据你所知，你是否已经知道了有一些现存的竞争对手，或者是你认为未来出现的竞争对手的时候，你们如何能够比竞争对手占有更高的市场份额？你们的策略是什么？嗯。其实如果是站在整个区块链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竞争对手的那个问题，可能还是稍微有点大，这个可能会牵涉到，哎，为什么我们会在 BSV 这个链上做，而不是说做个跨链的，或是在可以做一个其他链的，比如说那个现在特币或者是以太坊这种这个链上来做，因为首先我们认为。要做真正要做一个全球的一个分布式 ID 体系的话，它必须要实现一个目标，就是能让全世界的人能都使用啊，要不你做这个 DID 是没意义的啊，它必须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么一个 ID 体系，它未来的目标一定是要承载全球70亿人的一个使用的啊。我们之所以选择在 BSV 上面做的，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就从技术角度上来说啊 ，BSV 现在确实是只是现在这么多公链里边唯一一个最有可能够承载70人每天都使用的这么一条公链啊，因为我们设想未来大概可能10来20年后，可能如果70人每天的一个日常生活都基于链上的话，这个大概会产生每秒1000 TPS 的1000万 TPS 的这么一个流量，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数字，每秒1000万 TPS， 现在那个 BTC 才7 TPS， 然后以太坊现在才20个 TPS，但我们是经过了很仔细的一个考虑，就其实确实是唯一 BSV 的发展路线以后才可能承载每秒1000万的 TPS， 因为今天已经能达到大概是几千到1万的 TPS 了，就今天已经是可以实现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 BSV 以后在这个公链竞争中是能够胜出的，然后当然就是我也认为，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可能其他跨链的那个 DID 方案可能也会共存，因为这个事情也不可能就是说未来1到2年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变化啊。但随着那个 DID 的概念被人越来越接受，随着其他公链的一个DID 应用多起来的话，然后其他的跨链它必定会出现一个性能的瓶颈。这时候可能就是 BSV 上的一个 DID 的一个方案，可能就能够更加体现出它的优势出来了啊。所以其实无论做一个什么行业的创业，我觉得就是得有一个预判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基础来的啊。虽然这个预判你是不是对，这个现在不好说，是吧？但无论怎么样子，你必须得有一个基础的一个预判，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开展你的业务。所以现在我们预判就是说，这个 DID 以后肯定是会被大众所接受的，并随着应用越来越多，其他跨链方案它会体现出这性能的瓶颈。这时候我们 BSV 上的 DID 方案就能体现出优势来了。这时候其他用户可能之前也尝试过 DID 好处的，但可能就是在用其他方案的时候，他们会碰到慢赌贵的这么情况的话，他们就也会愿意使用 BSV 上的一个跨链方案，这是我们的一个预判啊。这是一个就关于第一个就跨链的一个竞争对手啊，这么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 BSV 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个 DID 方案啊，然后包括刚刚也是拿到了那个黑客松是吧？黑客松第1名的那个 RepZip， 它其实也是一个 DID 方案啊，并且它的思路跟我们思路其实蛮像的啊。虽然我们比他们早大概3-4个月推出，我们是5月份发布第一版那个协议的啊。我们2个方案其实都是基于 MetaNet 来实现这个 DID 方案的啊，大家思路都是一样，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如果是能够理解 MetaNet 的话，其实都能够知道在 BSV 上实现 DID 方案最佳的路径就是基于 MetaNet。然后当然我们就认为现在在 BSV 上有2个方案，甚至以后更多的方案，可能也是好事，因为其实竞争才会使得大家都共同进步，最后受益方还是 BSV 整个生态嘛。但我们认为我们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首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推出的时间最早啊，
然后第二个，我们象限来说，我们是采用 MetaD 方案也会更多像 MetaD 的应用现在有5个了嘛，然后可能未来3个月内应该会超过10个了然后我相信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国内团队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效率，还有就是一个对项目的一个干的程度可能也会比国外会更有优势。当然这个事情不好说所以其实在未来1年里边肯定也是一个方案的竞争阶段所以这次融资也对我们这个事情我相信也很大的帮助，也可能在于此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资源是吧，然后有更多信心将这个事情往前推，然后最后我们希望大概经过1到2年的一个竞争，然后这个我们MetaID会成为BSV 上共识最大的这么一个标准，甚至是5年后成为整个区块链领域里面共识最大的这么一个标准其实这个经历我相信和 BSV 上的那个 token 方案肯定也是类似，因为现在 token 方案大家也知道已经快有10个方案在竞争了，这个未来估计也是要经过1到2年的竞争才会产生一个共识最大的方案。对，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比特币的世界里面就是崇尚 POW 是吧，然后大家就是谁的贡献最多，谁的那个努力最多，然后获胜几率最高，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好的事情。对，这是我们关键。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标准。我们都知道，技术其实要想更广泛的普及，它最好是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标准，这样的话它才能够普及得更快。就是小到我们一个插座、插销，它可能都是有标准的，所有电器都照着那个方向去生产。所以呢，这里面正好我也提到，就是我们比特币协会其实是有技术标准委员会的。我们也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起，然后今年其实第1个专项项目组的提案已经准备公布了。第1个专项项目组呢是关于那个 Merkle 纳入证明的数据结构的一个标准。然后其实我也特别欢迎像冯总这样子，就是做一些 BSV 上网络上的这些基础协议或者是基础开放的这个开源的工具平台。这样子的能够积极的参与标准的制定。我知道很多的中国的开发者，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英语不太好，是吧？好像跟一群外国人一起去谈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比较困难。我觉得大家其实不用预设这种困境，因为首先这个技术标准委员会就是全球各地的开发者或者是企业的创始人来参与的。然后另外呢，技术其实是不分国界的。对吧？总有人问我说：“哎，那个谁谁谁他英语好吗？”我说他是个程序员，他就用英文敲代码，英语不可能不好。所以技术是没有这种国界和语言的这种障碍的。所以特别希望像冯总以及我们其他的 BSV 中国的开发者、创业者们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标准的制定当中，在参与技术标准委员会的这个活动当中，不仅是你们真正的去参与了决策，另外你也是有机会能跟国外的其他的团队或者跟你们并肩在一个领域做开发的这一些人有深度的交流。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然后接下来呢，我看到我们问答区有朋友提的问题，然后我就转述一下。就刚才冯总在介绍的时候，有个 MetaRace.com 这个应该是做众筹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有一位观众他问说，如何和明令禁止的 ICO 做好区分？当然，这个项目我们肯定会希望能够在合法的框架下呢来推行所以中间肯定我们也要通过一些实践来去达到这个一个合法的这么个点所以现在可能有些我还不能太具体的说，但有一点就是我们和 ICO 的区别，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因为 ICO 大家知道，其实这个是个后面是个虚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我们 MetaD 现在构想呢，就是用项目的一个收入。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收 Bus， 其实就用户每次发帖是吧？我们那个收 Bus 上面，它都会有一定收益的，会进入到一个指定的地址上的。这个地址上的收益，其实大家熟悉比特币的都知道，这个地址的收入是公开透明的，大家都能够查得到。
我一个月收入是多少，是吧？只要我公开这个地址，大家能知道。然后我们呢，大概想法就是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等等的方式，将这个收益锁定住，并且这个收益所代表的权益呢，就是说，假设这个地址它每个月可能会，收入有100个 BSV 啊，假设啊，然后可能这个地址所代表的权益，我们可能会发100个 token 出来，这100个 token 呢，就会代表这个地址所代表的权益啊，可能分了100份啊，当然也可以分的更多，1000份、几百份都有可能。以后就是拿了这个 token 的一些用户呢，他就是能够通过智能合约，能够直接通过就在这个地址上的一个收益来直接转到他自己的指定的那个收益地上。啊，它并不是说像以前的 ICO 那样子，它是后面是没有的东西，它只是购买了一个收益权。现在我们是向他购买了一个收益权，这个收益权它是真实有效的一个收益来的，就是我们这个 token 以后可不可以再和别的用户交易，我们先另外不说，但我们只是买它收益权，我相信这个事情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我这个比如说收 Bus 每个月能赚100个 BSV 的话，你拿了我20个 token， 20%的 token 就代表了以后收 Bus 100个 BSV 收入，你这边自动就转到20个 BSV 转到你指定地址上的，我们是大概也会以这种方式来去做的，所以是说，我们希望就通过这个众筹网站来去将在 BSV 上的一些金融创新能够真正的服务在一些实体的项目上面，这样子可能就是作为项目方，他可能也可以提前将部分的一个未来可能的收入先通过这个网站来拿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构想。好，其实我觉得讲到这个使用这种数字资产吧，进行这个融资，这个其实在很多国家的法律界定都不一样。然后呢，也有些像我们国家，其实在这方面目前只是 ICO 这一类的一刀砍，界定为是不合规的行为。但是未来会不会基于这种数字货币或者是区块链技术有这种新型的金融模式，还都是待确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可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出特别精准的答案。大家我也知道很多人都在这个方面在探索，对，也在寻找这方面的答案。我还看到有一个朋友提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困惑，说伴随着区块交易量的增多，会不会影响到数据查询，继而影响到用户体验呢？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设计 Meta ID 的时候也已经开始在想这个问题了。当然提出这个问题呢，我相信肯定也是一个关注技术的一个朋友。其实恰恰就是Meta ID 它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适应以后大区块时代的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大家知道以后区块大的时候，就可能说每个区块里面大概可能有先说1G 吧，有一个1G 级别的这么一个数据的时候，其实什么交易都有的。可能就有些很多是可能比如 Beta SV 那种很多的一个上链，或是某个应用测试等等，就很多交易其实是和我应用其实没关系的。当然传统的方法来说呢，一个全节点我要处理我需要的数据，我需要过滤一大量的这么一个数据，所以使得就是以前没有 Meta ID 没有 Meta ID 之前的那个处理方式其实是效率有点低的。所以，但我们定 Meta ID 恰恰就是，我们只需要处理带有 MetaNet 并带有 Meta ID 标识的这么一个交易就可以了，其他没有这个 Meta ID 的标识数据我们都不管，不用理因为以前的交易来说，它没有个标准，是吧？然后呢，我要处理我需要的一个数据的话，我恰恰可能要拿很多数据过来。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像以前的那个钱包，我要知道一个用户的一个钱包余额的话，我必须得要有全量数据，我必须得要有用户的那个 XPub 地址所对应所有地址的一个 UTXO， 并且归集起来。其实这个是很耗性的事情。但我们如果是对于处理数据的话，我们只需要很快的每条交易里面有没有 Meta ID 标识，有就进入到那个管理数据库，没有的话就不管它。
所以我们甚至也自己内部也压测过，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就以一个这个阿里云上的一个单机数据库来说吧，其实现在已经是能够处理大概有每秒大概是几千 TPS 的 Meta ID 数据啊。我假设 Meta ID 数据以后占全网数据可能1/10啊的时候，其实等于可以处理每秒几万的就全网 TPS 的数据量，大概是这样。就简单来说，就是恰恰是因为 Meta ID 的数据格式可以使得数据处理方它可以只需关注 Meta ID 数据就好，其他的格式数据它完全可以不需关注。然后呢 ，MetaNet 的那个数据呢，它也是一个叫扇形协议，然后就可以使得数据它可以分门别类的规放好，所以它的整个的一个数据处理的一个性能，它会比传统以前的那个处理 UTXO 的那种性能会高很多，会快很多。对，简单说是这样的。好，因为我印象中就是很久之前我听 Craig 他讲过，未来的就是比特币的网络可能最底层的真正运行全节点或者是最底层基石的节点就是矿工节点，但是在应用与矿工之间还会有一层这种服务型的节点，帮助这些应用其实是能够让他们从区块链上堆积的越来越多的这种海量数据中，能够快速的能够提取和定位到他们自己所需的这一些交易，就是跟他们真正有交互或者是有关联的这一些交易。我不知道在 Meta ID 上是不是未来也是会需要一些这种服务型的节点的服务呢？当然了，当然，就刚才我说这么一大段话的一个前提，就是有这么一个数据处理方来去处理这些数据。其实，可能我之前也没有说详细，因为在我们印象中或概念中，以后整个大的 BSV 网络里边，这个数据处理方它是个很重要的这么个角色，因为不可能应用方直接找矿工去拿数据的，这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这么个情况。以后。其实 Craig 也说过，以后整个 BSV 网络它是一个叫做 Manda 就 Net 网络嘛，叫曼陀罗网络，中文叫。以后肯定是会形成那样的一个网络结构的。其实刚才我的那 PPT 里面有一页也有这个曼陀罗网络的这么结构。在我们构思里面，刚才其实在技术路线里面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有个 Meta Load 的这个东西。这个 Meta Load 它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专门用于处理 Meta ID 数据的这么一个缓存服务器。以后我们是会开源的以后就哪个应用方或者是数据处理方，他愿意就是成为 Meta ID 的数据处理方，他可以直接装上它这个 Meta Load 就完了。然后我 Meta Load 它就是也会当然你可以选择就是从那个矿工里面同步需要的数据并且将这数据缓存在它这个 Meta Load 这个节点上。然后呢，应用它是一般来说呢，大多数应用呢，就它不可能和矿工直连但上链的时候会和矿工直连，但读数据的时候，以后90%以上的应用肯定都是会直接从类似这个 Meta Load 这样的一个数据服务方来去获取。其实现阶段已经这种数据服务方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包括那个Meta SV， 它现在其实做这种事情在整个生态里面也是很重要的这么一个环节。对，所以我之前一直没有说这个数据服务商这么角色，因为在我们看来以后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角色。对，尤其我们近期其实已经发布了 SPV 的第一个这种社区版本，然后再加上我们有这种不断降低这种叫粉尘限制的这个路线图，所以未来其实在这种专业型的算是数据服务商，或者我们叫它服务型节点，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前景无限的一种BSV 网络上的商业模式。我看到群里面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下，因为刚才冯总说了一下 Meta ID 其实还是支持token 的一些方案的，然后这位朋友提 Meta ID 的编程语言会是 iScript 吗？这个我们会采用的智能合约还有 token 方案，我们现在暂时定的路线是会采用 tokenize 的方案。tokenize 它是一个2层的协议，它的那个语言跟 script 还是不太一样。script 它是一个1层的这么一个
高级语言啊，高级语言，它最后编译出来的还是一个比特币的脚本嘛。我们的那个跟 script 的那个是两回事吧，可以这么说啊。但是一个不互斥的一个关系，它是属于不同层面的结构上的事情。对，大概这样子。然后 token 啊，现在智能合约据我所知道是基本都是用 Go 语言来写的。好，我看我们今天也是因为聊得非常的畅快，所以都严重超时了。我们就最后给冯总一点时间，就是今天其实我看我们观众也蛮多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还越来越多。所以冯总，如果你有一个机会想跟 BSV 生态里的这些朋友们喊个话，然后所以你可以趁这个机会跟他们说出来。好，我就说一下我的一些感想吧啊。我知道就可能在观看视频的用户肯定都是BSV 的支持者，然后可能都有大家都持有自己的数字货币啊，包括我自己也有啊。当然，因为这个事情越了解的人肯定是持有的币肯定数量不会少的然后每个人都希望那个币升值当然我也很希望我也盼望那个币价能够拉上天去但其实就最近1年我把这个事情想通了然后我现在个人感觉就是说 BSV 币价其实是和整个的 BSV 的一个交易数是成正比的。如果是 BSV 的交易数不上去的话，整个 BSV 币价拉上天，它最终还是会掉下来然后我相信大家其实也不希望就变成一个就是被一个叫做 pump and dump 这种游戏所迷惑的这么一个投机者如果我们都不希望变成这么一个人的话，我们又想币价高的话，那其实只有唯一一条路径就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提高BSV 的交易数量现在对我们来说最可行的一个办法就是可能现在整个 BSV 网络有400多个应用是吧？然后现在可能活跃的怎么说也有几十个应用是吧？你们不一定都用 MetaID 的应用，当然我希望你们都用 MetaID 应用然后但你们不一定用 MetaID 应用，只是能够尽可能的将你自己的需求放到链上，然后尽可能的一起将我们的需求用交易来实现然后当然我们也会持续的开发更多的 MetaID 相关底层工具，让更多的应用能早日上线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就我意思是说，只有大家都一起努力，贡献更多的 TS， 或者是说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来创建 TX， 而不是参与进来又参与到一个投机游戏里边，这样子 BSV 才可能进入一个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阶段第二个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信 BSV 的应用的一个爆发的速度其实是不会比现在大家看到的所谓的牛市阶段的这么一个币价的增长速度会慢的。以后我相信 BSV 的一个应用增长速度也是会呈几何级上涨的所以大家其实是真的是希望 BSV 币价能够有个很好的表现我个人建议就是在现阶段我们可以吸引更多人来使用 BSV 上的应用通过他们应用来创造更多的 TX 而不是让更多人来去进行一个投机性的这么一个买卖对然后最后可能对于一些还在犹豫 BSV 是否该进入创业的那些朋友可能也要说2句我建议你们现在犹豫的人都可以选择用 MetaID 的技术路线来去做，因为这样可以让你们的成本可能会很低很低这个成本会低到超乎你们想象就比如说你有心在做 BSV 上的应用的话，你想做一个 BSV 的论坛或者是做一个 BSV 上的类似贴吧这么应用现在基于 MetaID 然后联系我们可以给你一个 VIP 的服务，让你2周或3周就可以有一个 BSV 应用上线，这个成本其实非常非常低的对，我的最后的一个讲话完了。好，冯总最后的讲话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从对整个 BSV 生态的这个喊话，一直到给自己带货，然后真的是方方面面都说到了。然后冯总也提到了之后其实是想把 MetaID 这个
开源的这个协议未来能也以基金会的形式，然后去好好的运作，包括明年有更多的想做的一些宣传的活动。然后在这方面呢，我们比特币协会都会鼎力相助。只要是您这边有比较好的提案的话呢，其实我们都特别希望能够参与，因为未来的几年我们就是一同见证着 BSV 生态的大爆发，这一个非常先进的技术能被全球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人所使用到，所体会到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好处。然后也非常感谢冯总能够参加我们这一期的商业主题的线上研讨会。然后这一期的内容也非常精彩，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观众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之后每周三的这种商业线上研讨会。然后非常感谢冯总，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到。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也谢谢今天的观众，拜拜。拜。